皇上训斥后宫，不舒服就找太医，别找他。只有我听进去了，于是我窝囊的犯了个死罪，和梁太医私通，生了个儿子。偏偏皇后膝下无子，皇帝便大手一挥，将我的私生子认养在了皇后宫中。皇后拉着我的手，让我放宽心，你送给本宫一个孩子，本宫还你一份大礼，就让这孩子将来做太子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穿进书里的时候，已经是大结局了。女主从傻白甜的深闺小姐变成雷厉风行的摄政皇后，男主则虐了女主千百遍。一开始吃女主绝户，靠女主娘家扶持，坐上了太子之位，却转头立了自己的白月光当太子妃，委屈女主做侧妃。后来又为了权势，看似不得已的娶了不少莺莺燕，又不情不愿的和每一个都睡了，脱裤子的速度堪比免密之父。那之后，他还任由太子妃领头霸凌女主，致使女主流产。那时，男主跪在女主榻前，抱着血淋淋的床单，哭着说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对太子妃则是不痛不痒地扇了一个耳光，禁足了3个月，重重拿起，轻轻放下。结果太医诊断女主伤得太重，以后都不会有孕了。至此，女主终于醒悟，什么情爱的都是狗屁，她越忍让，这群人越得寸进尺。于是她头一回为自己又争又抢。她学了太子妃的绿茶招数，在男主面前哭得梨花带雨，把这些年的委屈和深情通通哭诉了一遍，最终夺下了皇后之位。那之后，女主一面整治后宫，一面将手伸到前朝，专注搞事业。男主那个着迷，那个洋洋得意，还说什么这可是朕亲手浇灌出来的国色牡丹。呸！爱人如养花，你的爱里有毒，明明是把它养成了食人花。故事的最后，女主拿捏住了所有人，与男主双强双赢。她成了本朝第一个可以垂帘听政的皇后，2胜临朝，大结局圆满包饺子。我正骂骂咧咧说男主都这么恶心了，女主还能放过他的时候，穿进了书里。我穿成了不受宠的正嫔，那种后宫听训，众嫔妃请安的时候，跪在最后边的固定路人甲。而我穿进来的这一刻，正跟随众妃嫔向皇后江韵仪请安。才坐定，江韵仪就看向我这个从来没台词的路人甲，问道：正嫔怀胎3月，正是关键时刻，今日身子可还好吗？我一愣，不儿，怎么个事？自打3个月前江韵仪开始垂帘听政之后，皇帝为表宠溺，就开始守他早烂了裤裆的贞节牌坊了。他说我怀胎3个月了，那算日子，皇帝就没碰过我啊？这哪来的孩子？天降横娃？见我神色异常，向来跋扈的丽妃不屑道：正嫔，皇后娘娘问你话呢，不会是仗着自己有孕在身，就拿起款来了吧？我连忙起身行礼，无论如何，先避开这一茬，再给孩子找亲爹。多谢皇后娘娘关怀，嫔妾近日贪吃贪睡了些，是故方才神思倦怠，怠慢了娘娘，还请娘娘恕罪。江韵仪倒是从来不为难我们这些无辜的人，要我不必惶恐，坐下回话。丽妃却又多嘴，正嫔还是少吃些吧，3个月的肚子看着和4、5个月似的。江韵仪徐徐看向丽妃，不怒自威：丽妃，当初你怀2皇子的时候，可有人这般冷嘲热讽？如今可是2胜临朝，江韵仪的地位堪比皇帝，谁敢惹她？丽妃立即认错，看皇后的眼色，还向我屈尊道歉了。我也见好就收，只想话题尽快从我身上跳过去。齐嫔却突然站出来，跪在地上行了大礼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你不会要告发我私通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吧？江韵仪问齐嫔何事，她欲语泪先流，原来是为她犯了事的父亲求情。一场请安度日如年，临走了，江韵仪还特意留了我，多嘱咐了几句养胎的话。她还定睛看了看我，说的云里雾里的，你别怕，凡事有本宫为你撑腰。我行了礼，忙不迭溜了。才回寝宫坐稳，梁太医就来请脉了。他穿过珠帘，近前行礼，我打眼一看，其长官服也遮不住宽肩窄腰，一张帅脸更是男明星级别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小说里面关于这个正嫔唯一的剧情，丽妃当年胎大难产，
连太医院院令都束手无策，说这得一尸两命。结果梁竹清出手，母子平安，从此一战成名，成了太医院最年轻的妇科圣手。那会儿女二太子妃已经做了贵妃，也是多年生不出儿子，急得要死，就想拉拢梁竹清为己所用。但梁竹清父母早亡，没有牵绊，还不为钱权所动，贵妃颇有些下不了手。直到他查到梁竹清自小有个青梅竹马，他家惜才，不吝提携，这小青梅还多加爱护，才有了他今天的平步青云。两人浓情蜜意，就快谈婚论嫁了。结果贵妃坏心眼子一动，和皇帝撒娇痴缠，强行把这个小青梅招进宫中做妃嫔，就让她和自己住一个宫院里。这样贵妃就攥住了梁竹清唯一的软肋，让他的团队里有了个得力可靠的太医。而正嫔就是梁竹清想娶的小青梅，也就是现在的我。不过江韵仪垂帘听政后，开始挨个报仇，恶毒女二自然首当其冲。她被江韵仪斗得无路可走，最终吊死在了贵妃宫中的横梁上。我们住一个院里的妃嫔都害怕，纷纷搬走了。我搬到了远离宫斗中心的烟雨轩，从此彻底成了个没名没姓的路人甲。其实这样是最好的，只要我以后抱紧女主大腿，不和男主纠缠，绝对能落个平安终老的结局，我就能顺顺利利回家去了。可是我现在有孕了，我只知道小说剧情，完全没有正嫔先前的记忆，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，简直举步维艰。我正胡思乱想时，梁竹清行完礼，抬眸仰视我，一双瑞凤眼情深如许。他为我把脉，警惕地环顾四周，等小宫女出去后，才凑近我说道：科儿，胎相平稳，一切安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护你和孩子周全的。不是，这话有问题，听着怎么和当爹的说的话一样。见我正愣恐慌，梁竹清很是愧疚地低下头。4个月前的那夜，酒暖情深，怪我失控了。好家伙，合着我一个窝窝囊囊的路人甲，居然真敢和太医私通，秽乱后宫。我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，他又说道：好在3个月前，皇上在后宫玩捉美人，酒池肉林，荒唐了一整夜。你在其中虽未承宠，但后来怀胎的也不止你一个，正好能遮掩过去。遮掩什么？遮掩了酒足消消乐吗？谁能救救我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什么酒池肉林？小说里没这段啊。按时间线，3个月前的话，已经快到大结局了。作者要写合家欢，所以把男主描写得很忠犬，无视3宫6院，独宠女主。就是因为小说里没写这段捉美人，我才以为皇帝从来没碰过我。前边江韵仪问话时，我才会怔住。但是仔细想一想，就这么个从不洁身自爱的男主，他打算为江韵仪守贞前，最后放纵一把，来一场酒池肉林，倒是非常合理。毕竟他浪荡了那么多年，满嘴说着不得已，后宫却纳了几十个嫔妃。小说里明确写了他陪睡过的，就有4、5个，还经常和恶毒女二作恨，美其名曰是和女主调情，想看她为自己吃醋。连皇子公主都生了6、7个，这样的男人，本质怎么可能深情专一呢？所以在作者没留笔墨的地方，抛开那些精心架构的故事桥段，现在这些小说角色活生生站在我的面前，他们一定会有更多更合理的经历。毕竟小说写作就是片段合集，比如人每天都要吃饭，但会专门写出来的一顿饭，一定是有重大剧情要发生的。例如这本里边，男主刚坐上太子之位，女主满心欢喜要嫁他的时候，他却以给他庆生为由，在他的生辰宴上轻飘飘地说他要娶自己的白月光做正妃。那顿生日宴，江韵仪眼泪拌饭，我都为他委屈。年少一见钟情，半生倾囊相助，换来的是爱人无数次的背叛和不真。如果他真的有2圣临朝的决心，不甘做一个娇妻，那就不可能原谅这个死渣男，也绝不会像原文一样有个合家欢的美好结局。所以我不能偏信剧情，我得仔细思考，在剧情之外，这群人更有可能发生什么事。比如眼前的这个梁太医，小说里我被贵妃捏在手里之后，梁竹清就屈服了。他一心一意帮贵妃研制生儿子的方子，还帮他整日熬汤药养胎，看似就是个乖顺的工具人。但贵妃到最后
不仅没生出儿子，还落了不少病症。小说写他的结局时，草草带过一笔。他上吊的那一刻，不知是不是报应，身子早从内里虚透了。要不是这多病身，他就能生出个皇子，兴许还有的和江韵仪斗。于是我试探地问梁竹清，好在贵妃没了，否则我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怀胎，他不得生吞了我呀。梁竹清冷笑一声，眉梢眼角都是恨意。果然，他说道，他这般践踏我们，我岂能让他安安稳稳地活下去？他还想生皇子？哼，白日做梦！一定是他在汤药里做了手脚，不仅让贵妃生不出孩子，还伤透了身体，最后万念俱灰，一死了之。而我与梁竹清，或者该说原身正科与他的青梅竹马之间，大概想的就是，既然余生只能当提线木偶，任皇权宰割，那倒不如任性一回，一夕贪欢，拥抱爱人，才会怀了这个孩子。质疑没装，理解没装，成为没装。可没装背后有个宫斗冠军撑腰，我啥也没有啊！我正皱眉苦思之际，忽然想起早上请安的时候江韵仪的笑脸。她说凡事帮我撑腰，这话放任何宫斗题材的本子里都会是客套话，甚至是反派的反话。但这本小说，我从第一个字读到了最后一个字。我知道她经历了什么，我更知道她到最后也没想过伤害和连累他人。作者给了她传统女主的温柔善良，让她以石乾坤大，有脸草木青。我真情实感地心疼过她，还曾经瞎想过，假如我在她身边，一定早早劝她挖了恋爱脑，虐渣打脸，走上人生巅峰。所以我信她，我相信她不会害我。我立马站起身，对梁竹清说道：“你要是真为了孩子好，就去帝后面前谏言，说我住的烟雨轩太过阴湿，不适宜养胎，让我搬去阳面的宫殿住。”梁竹清的神色明显一变，他怔了好一会儿，才问我在盘算什么。我走到门边，看向皇后寝宫的位置。我要住到离皇后最近的地方，这样才能保全自己和孩子。梁竹清思索片刻，问我，阳面的宫殿也有不少，你怎知皇后一定会留你在身边？我不能确定，所以我当晚就亲手做了碗蟹粉狮子头，少肥多瘦，加一段小米辣，去拜见了皇后。我自信能打动她，因为江韵仪最喜欢吃的就是这道蟹粉狮子头。她爱吃这个，是因为那是她最敬爱的祖母在临终前给她做的最后一道菜。祖母老来多健忘，忘了这道淮扬名菜主打清淡，她只记得小孙女爱吃辣口，所以不小心加了小米辣进去。我猜测，只顾吸血的男主大概早就忘了这些。江韵仪见了我做的狮子头，果然失神了。她身边的姑姑教导我，正嫔娘娘是北方人，想来是不知道这蟹粉狮子头不可放辣椒。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我从小爱吃辣，放习惯了。无妨。江韵仪的声音很轻柔，认真吃了起来。风拍窗棂，门外夜雪飘零。她祖母亡故，也是在相似的一个雪夜。自那夜后，最疼惜她的人走了，剩下的人对她都是风刀霜剑严相逼，所以江韵仪的眼中渐渐浮起了泪花。吃完蟹粉狮子头，她清了清嗓子，将这些年来的委屈和心酸都咽了回去。她夸我道，从前没发觉正嫔妹妹竟有一手好厨艺。我十分自信，拍了拍胸脯，娘娘爱吃什么，只管说出名头来，我一定能做好吃。因为在现实生活里，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，从采买到掌勺都是我自己，因为用料太好太新鲜，反而快倒闭了。她凝视着我的笑脸，说尔道，今日晌午后，梁太医来请平安脉，本宫向他问起你，他说你现下住的烟雨轩太过阴湿，不宜养胎。江韵仪微微前倾，眼神不怒自威，看得我心里发虚。本宫听他说的有理，便想着给你换个地方住。阔袖之下，我左手掐右手，又害怕又紧张。短暂的安静，他似乎在等我先沉不住气，但我忍住心里话，乖巧地说道，嫔妾一切都听娘娘的安排。他垂眸，瞥了眼盛放狮子头的碗，碗里恰到好处地飘着一点小米辣。你可愿意住到本宫身边来？我立马跪地行礼，愿意，嫔妾10000个愿意。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剧情，把他爱吃爱喝的都报了一遍。
娘娘宫中有小厨房，到时候嫔妾天天来叨扰娘娘，给娘娘做荷花酥、炙羊肉、冰雪冷圆子。江韵仪蓦地俯下身，凑近我，她伸手，吓得我以为她要扇我耳光，她却只是帮我把鬓边的碎发捋到了耳后。不知道皇后宫中点的什么香，没有花香馥郁，更像雪中轻松的清香。好吗？比耳光先到的是娘娘的香气。江韵仪笑问我，你好像很了解本宫。我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娘娘说笑了，这些都是平日里嫔妾爱吃的，都是些小吃，上不得台面。江韵仪倒是不打算为难我，坐直身子，请我起来。本宫入宫前也爱吃这些小吃，她轻轻拉了拉我的手，以后可就要劳烦正嫔了。心跳得很快，我和她又说了些关于饭菜的话，就回烟雨轩去了。第二天，江韵仪就派人来帮我搬家，搬到了离她很近的启霞宫。我住的寝殿有2扇大大的窗子，虽然已经是冬天，但太阳能晒一整个下午，日头能打到门对面的墙上，十分温暖。说来也可笑，我一个连恋爱都谈不明白的人，现在居然在养胎。好在一边有皇后罩着，另一边有个妇科圣手死心塌地照顾着，我倒是没什么可担心的。我信守承诺，每天都去皇后宫中做小吃。古代的器具太少了，做起来很慢，但我倒是难得的找到了做饭的乐趣。以前为了一点生活费，终日奔波，有一点点闲时间，就想躺着刷刷小说。明明都点了大女主和爽文的标签，看到最后还是虐女文，一点都不爽，徒留一肚子气。看着江韵仪一边安静地吃我做的蜜饯果子，一边认真地翻阅奏章，我就不免又为她打抱不平。看小说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等他惩治渣男，可惜作者从没偏爱过他，宁可让他像个摄像头一样，去记录男主的高光时刻，仿佛这辈子就围着男主转了。估计连作者本人都不相信，他创作的这个女子历经千难万险，为自己筑起一身盔甲，即便离开了男主，也能好好活下去。我正想着男主做的那些恶心事，气得牙痒痒的时候，男主萧旭也来了。这还是我穿进来后第一次见他。作者给不了男主一个高贵的灵魂，就穷尽形容词给了他优秀的外表，最终完美的体现了一个成语：人面兽心。萧旭也走进殿中时，我正坐在窗前剥核桃，我想给江韵仪烤面包吃。他扫了我一眼，似乎有点不认识我是谁，脸上有点茫然。接着他看向我的孕肚，立马就有几分慌乱。我才行了个礼，还没说话呢，萧旭也先急了：你是哪个妃子？既然有孕在身，就不要四处乱跑，免得搅扰了皇后的安宁。我心里翻了个大白眼，合着你娶白月光被刺他的时候，没搅扰他的安宁。他前脚没了孩子，这辈子都不能生育，你后脚就和女儿疯狂作恨，这也没搅扰他的安宁。如今满口心里只有他，却还玩酒池肉林，秽乱后宫。人多到进士房的太监连成姓簿都不会写了，这不算搅扰他的安宁。我看反倒是没了你，他的日子才时时刻刻都安宁吧。萧旭也见江韵仪不搭理他，忙跑过去，抽出他手中的奏章。你不会还在怪我3个月前的胡闹吧？韵儿，我知错了。你放心，他们就算生100个孩子，我也不会再多看他们一眼的。像只淋了雨的小狗，萧旭也蹲下身仰望江韵仪，可怜巴巴地祈求道：你看看我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死渣男，真是表演型人格。还说什么就算生100个孩子，你要是管得住裤裆，我们这群嫔妃谁能怀孕？难道还能个个都和我一样去找太医私通吗？就算梁竹清行事不正，好歹还站着专一痴情，恪守难得，倾心守护。你呢？说好话都说不明白，妥妥的五毒俱全了。江韵仪却没什么表情，原将奏章拿回来，淡淡的说道：圣上是95之尊，有话还请起身再说。好样的女主，冷漠是因为不爱了，不爱了才能没有软肋。你不爱他了，他就再也伤害不到你了。萧旭也在这个爱男的世界观里享尽轻浮，他都已经够低声下气的了，没想到江韵仪如此冷淡，于是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他下意识问道：韵儿，是我给你的还不够多吗？可笑至极，你给他什么了？接连捅在心上的刀子吗？
哪怕是这个皇位，也是你欠他的。江韵仪客气一笑，接着埋头进奏章里。皇上给臣妾的够多了，臣妾一向很知足。见江韵仪不再理他，萧旭也吃了瘪，有气没处撒，扭头看见了我。他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，紧皱眉头，是不是你这贱人，自是怀了龙胎？就在皇后面前说胡话，气得皇后都不搭理朕了。服了，在女主面前胡言乱语最多的就是你好吧？眼看萧旭也抬起手要扇我的嘴，江韵仪猛地将奏章重重拍在了桌上，一声重响，萧旭也的手一停，转头去看江韵仪。正嫔烧得一手好菜，人也乖巧，不曾说过什么胡话，与萧旭也周旋太多年。江韵仪眼中带着几分疲惫，臣妾打心底喜欢他，还请皇上手下留情。他的冷艳牡丹终于开口求他了，萧旭也自然眉开眼笑起来。他大手一挥，使唤我一个孕妇，眼看要到用晚膳的时候了，既然你会烧菜，便多做几道，给朕也尝尝。得，好菜要进狗肚子里了。炒菜的时候，我灵机一动，故意又做了辣口的蟹粉狮子头。男主啊男主，当初江韵仪会对你动心，就是因为她祖母死后，你为了安慰她，去找熟悉的味道，陪她吃遍了扬州城的蟹粉狮子头，每到一处都要求主厨必须加一粒小米辣。情定辣口狮子头，你要是敢忘，那可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。我将蟹粉狮子头就摆在萧旭爷的眼前，故意把小米辣撒在最上头，生怕他看不见。好在萧旭也没让我失望，张口就是0分阅读理解。韵儿，你向来识人于微，这回可是看走眼了，还夸他会烧菜呢，蟹粉狮子头里哪能放辣椒啊？我正暗自得意，却见江韵仪并没有非常失望，她的眼神淡淡的，有片刻的失神，似乎是在回忆那一年微雨如织的扬州城。那一年青春年少，怦然心动，一碗辣口的蟹粉狮子头就让她交付了一整颗真心。江韵仪舒尔释然一笑，像许多个爱错了人的好女孩，这一盘算我输，我认栽。我真心爱过，所以我不后悔。但我不后悔，不是原谅了你，而是因为我不想为难曾经单纯敢爱的自己。江韵仪已经不想追忆过往了，不想翻起旧账，逼问萧旭也为什么连这么重要的事都忘了。他只是悠然地夹了狮子头来吃，客气疏离地笑道：臣妾爱吃辣，便故意让正嫔放了点。原来如此，那朕也爱吃。从此宫里的蟹粉狮子头都叫御厨加了辣再端上来。萧旭也跟着笑，江韵仪吃什么，他就紧跟着吃什么。这可能就是原作者想要的追妻火葬场吧。他说的话，他百依百顺；他做的事，他亦步亦趋。可是恶心，真的很恶心。女主被这样的男主粘着，和被一滩烂泥粘着有什么区别？那之后，萧旭也时常来皇后宫蹭吃蹭喝。江韵仪不爱搭理他，他就故意刁难我，逼得江韵仪为我说话，他奸计得逞，又和哈巴狗一样缠上去撒娇，挑拨我和女主，真是好歹独一男主。后来我月份大了，身子不便，江韵仪就不许我再进厨房了。我闲着无聊的时候，还是会烤几个小面包拿去给他吃。梁竹青天天请麦送药也辛苦，我就会给他也留2个小面包。他拿起面包失神，轻声说道：科儿，咱俩青梅竹马长大，我却不知你还会下厨。他抬起头，定睛注视我：你不是向来最怕灶火烧了手，从来不肯进厨房吗？真是汗流浃背了。我不怕装的不像，毕竟人物性格好拿捏，演戏就好了。但我最怕的就是这些小说里没写的细节。我先前在小宫女那旁敲侧击，知道郑科爱画画，我从来都没画过画，就拿怀孕了握不稳笔为由，不碰那些笔墨颜料。但是当初为了巴结江韵仪，我顾不上太多，就暴露了我厨艺很好的事。重点是，此前我也经常送梁竹清糕点茶饮一类的，他从来没说过什么。如今我马上要临盆，他却突然提了出来。我心里不安，勉强一笑道：宫里水深火热的，能学个巴结人的本事也是好的。见他将信将疑，我忙补充说：皇后娘娘很喜欢我做的这些吃食，所以她才这般护着我的，总要为以后打算，是不是？梁竹青缓缓低头，
将视线落在面包上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店内十分安静，静得只能听到院中的枯枝上麻雀的叽叽喳喳声。正当我犹豫要不要问他话时，他抬头了，那张清俊的脸上浮着无奈的笑意。梁竹清轻声说：“你很聪颖，能得皇后庇护，多谢你竭尽全力护住这个孩子。”我笑了笑，凑近他小声说：“瞧你说的，这可是咱俩的孩子，当然要好生护着了。10月怀胎，严谨地说，郑科怀了4个月，我怀了6个月，但在外人眼里，我是怀了9个月。不过我生产那日，江韵仪坐镇中堂，说早产也是常事，稳住了众人，一心护我平安生娃。难怪说生孩子是鬼门关前走一走。我初中的时候出过车祸，小腿摔骨裂了，那会儿疼得我直喊妈，但跟生娃的一比，简直就是不痛不痒。好在梁竹清照顾有方，他平时就不准我吃太补的，还督促我多活动。如今我身强体健，胎儿也不太大，倒是没折腾太久就生出来了。是个儿子，是这个时代背景下最被追捧的性别。那几天，一茬又一茬的人来道喜。江韵仪还将我的位分升了升，我从此成了正妃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外了。我本来就想当个路人甲，安安稳稳活个长命百岁，但现在因为这个皇子，我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。丽妃那几个膝下有皇子的妃嫔，不时来刁难我，上演着烂俗的宫斗剧本。不好意思，我可是10级真学家，什么下毒、栽赃、挑拨离间，我一概不吃。可是架不住真正有实权的萧旭也来作妖。他见江韵仪宠我，宠这个小皇子，蠢人灵机一动，大手一挥，说皇后膝下无子，要将我的儿子认养在皇后身边。皇后宫中听着总管太监宣旨，我吓得直哆嗦，汗如雨下。江韵仪察觉到我的惶恐不安，站起身走过来，亲自扶我起身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扶我坐下。你别怕，孩子认养在本宫这儿，本宫绝不会亏待他，更不会不准他认你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生母，味同父后。我没有立刻听明白他的言下之意，还是一个劲儿的担心。我怕的不是你抢儿子，重点是我这儿子是私生子啊，真来波滴血认亲，和你没关系，和皇帝更没关系。轩轩的双生子好歹和4大爷还是近亲呢，哎，真是难崩。见我双手绞着手帕，快要崩溃的模样，江韵仪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让我放宽心。你送给本宫一个孩子，本宫还你一份大礼，就让这孩子将来做太子，好不好？啊，这……原来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而是生父不详的小男孩。我的私生子真的当上了太子。连一向运筹帷幄的梁竹清都沉默了。他一边给我熬煮养生汤药，一边安慰我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唯有咬死不认了。我虚弱一笑，是啊，不然可不止9族消消乐了。听到我的现代用语，梁竹清明显怔愣了一下，但他依旧熬药，并未多言。虽然这事儿没有道德，但是我主观层面上还是非常爽的。江韵仪伤了身体，不能再生孩子，那对他而言，无论将来谁继任地位，都是个与他无关的人。既然和女主都没关系，倒不如和男主也没关系。于是我很快就劝好了自己的良心，没关系的，男主那样的血脉，不延续也罢。出了月子，我立马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。皇帝不在意我，皇后宠着我，我如今还是太子生母，丽妃来了都得低头。我特意命人挑了几个会写画本子的人进宫，我让他们写大女主文给我看，女主但凡受一点点委屈，就等着诛9族吧。其中有个女作者行文大胆，写了个公主斗翻皇兄，制服父皇，最终做了女帝的故事给我看。她很会揣测我的喜好，还给公主配了个女将军，七七携手坐江山，给故事取名叫《报清凌云志》，真是给我看爽了。太子满月宴的前一天夜里，我正抱着这本小说，磕得不知天地为何物时，江韵仪一把拉开了我的床帘。美人卸妆，青丝覆背，不施脂粉也是绝色，美得我一愣一愣的。江韵仪微微嗔怒道：“你还敢看呢？今日丽妃来向本宫告状，说你私藏禁书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”啊，合着我和太医私通生子没有罪不容诛，看了本百合小说反倒被逮捕了。江韵仪夺过我手里的书，
自行翻看起来。看着看着，他缓缓坐定在我的榻边，也是看入迷了。我谄媚地摇他的胳膊，夹着嗓子撒娇：“娘娘，不怪嫔妾貌似偷读，这画本子确实好看呀。”他下意识点了点头，立马反应过来，又连忙摇头，伸手戳我的眉心。江韵仪很是无奈：“你呀？”我小鸟依人地靠在他的肩头上，娘娘如今也是天子，护着点我怎么了？我就是看个画本子罢了，又没藏什么造反的书。他掐住我的下巴，将我扶正，厉色道：“你以为这本公主做女帝的书就不算造反了？”我眨眨眼：“太子能做皇帝，公主为何不能呢？谁规定只有男的能做皇帝？”见他皱眉犹疑，我靠近他，痞气一笑，恶魔低语：“娘娘如今都2圣临朝了，难道不想体验一下独自做女帝的快乐吗？”我离江韵仪很近，近到能听见她越来越急促的心跳声。她明显心里有了谋划，但因为太过大胆，所以眼中满是慌乱。她立马捂住我的嘴，低声道：“住口！再敢说这话，本宫就治你死罪。”我悠悠然抬手，掌心覆盖住她的手背。江韵仪的手立马一松，我笑问她：“娘娘可是觉得冷？怎么手一直抖个不停呢？”我把她的手拉到睡衣下边，放到我柔软的肚子上，嫔妾帮娘娘暖暖手。在我的笑眼中，她逐渐镇定。那晚，她收走了我的画本子，说会帮我全部烧掉，让我下不为例。我高兴的一整晚没睡着，以至于第2天太子满月宴打了1上午的瞌睡。丽妃嫉妒到变形，酸溜溜地说我眼见皇后娘娘帮你管了太子，便越发没规矩了。我一拍桌子：“狗仗人势，大胆丽妃！太子乃是国之储君，皇后娘娘乃是储君嫡母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嘴里胡沁什么帮不帮的呢？”丽妃又双若浊给我道歉了，真是和男主一样，又蠢又坏，巴结人都巴结不明白，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说起男主，有些日子没见他了，听说是龙体有恙，好几天没上早朝了。今天毕竟是太子的满月宴，再病也得来。萧旭也姗姗来迟，看脸色都能看出来病得不轻。他挨着江韵仪坐下，两人一对比，更显得女主光彩照人，风华绝代了。萧旭也未语先咳，总管太监忙用手帕捧着，我离得近，立马就看见他咳出来点血丝。嘿嘿嘿，你小子快死吧，死了我就能连着吃席了。我正小人得志的偷笑，江韵仪突然扭头看我一眼，我没来得及变脸，只好尴尬地说：“娘娘，我看孩子好生乖巧可爱，您瞧着呢。”她微微挑眉，起身亲自抱起太子，凑到萧旭野的面前。江韵仪温柔地笑着，看得萧旭也失了神，都忘记自己刚咳出血了。她说：“太子的眉眼像他父皇，将来定是个丰神俊朗的好儿郎。”那我还怪心虚的。但凡他们仔细看看梁竹青，就会发现太子确实长得像生父，只不过不是萧旭野这个假爹。宴会之后，我困得只想回去补觉，偏偏梁竹青又来请平安脉。因为照拂太子有功，梁竹青已经被江韵仪提拔成了太医院院令，干到单位的一把手，自然手眼通天了。所以他低声对我说：“我给圣上特制的药丸，再吃半个月，一定病入膏肓，回天乏术。”我点了点头。梁竹青蓦地问我：“一切都按你的计划办了，那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”我想问你，我的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皇子被萧旭野移到圣旨送给皇后的那天，我召来梁竹青，给他传达了下毒的任务。我给他的理由是，皇后膝下无子，养谁的孩子都一样，即便东窗事发，他大概率会压下来，以保全自己的地位。但皇帝不一样，他一定会保证皇家血脉得以延续，真出事了，孩子一定会被赐死的。于是梁竹青照做了，养生药丸里掺着慢性毒，天天给萧旭野吃。后来我故意找来写手，旁敲侧击让他写公主登基的故事，然后散播给丽妃，任由她告到皇后那里。江韵仪来找我兴师问罪，这样我才能通过那个故事向她吹耳边风。她当然能听进去。我从来就不相信，这样一个能觉醒自我开始搞事业的女主，能够原谅那个把她拉进泥潭的渣男男主。换作是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。果然，太子的满月宴上，他对萧旭野可写视而不见，之后传的太医
也是小说里一直偏帮他的一个心腹。他传的太医已经进宫很久了，既然到现在都没有皇帝被下毒的消息传出来，说明他默默许可了这个行径，也对男主动了杀心。可是我没想到，此刻梁竹清会这样问我。他在问真正的郑科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我不答反问，是从我开始烧菜察觉的吗？梁竹清长眉紧皱，隐忍数月的苦闷浮现眼中，是从一开始。你向皇后请安回来，突然设计要住到皇后身边，那一天我就知道你不是我的科。原身郑科十分单纯，从不会算计人心，而我一来，立马就能攀上皇后，加上一手炉火纯青的厨艺，他立马就断定郑科变了个人。梁竹清说，他怕我伤害他俩的孩子，所以一直隐忍。我快临盆时突然问的那句，也是为了悄悄试探，看看他的科儿回来了没有。但我满口都是利害关系，他就知道我依然没走。现在大局将定，梁竹清索性将话摊开。穿越这种事他理解不了，他只能苦苦哀求说，不论你是何方神圣，我帮你办了事，你就把科儿还给我，好吗？我很无奈地回他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是被迫来这里做正科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我能回我自己家去。也许是3-5年内完成某个任务，也可能必须得是我好好活下去，寿终正寝才行。天色渐暗，朱红宫墙内八角宫灯渐次亮起，但梁竹清眼中的光却在一点一点熄灭。他最终垂下手，眉眼也低垂着，嗓音很沙哑，多谢你，保全了孩子，也保下了科儿的命。哎，真是个痴情的好男人，可惜我能帮他的也只有这些了。那之后，梁竹清照旧来请平安脉，照旧用心看护着皇后与太子，只是不再像以前一样装得情深如许了。这样也好，我就不用再欺骗一颗真心了。而因为萧旭也日渐病重，起不来床，朝政国事全需江韵仪处理，他越发忙了，不常来看我。直到1个月后，萧旭也病危将死，后宫的嫔妃都跪在内殿外，只有江韵仪一人走了进去。不知他说了些什么，我跪在最前头，只听见萧旭也用最后一丝力气喊了句贱人，然后就传来了圣上驾崩的消息。呸，骂我们好好的女主干什么？萧旭爷你才是全文最大的贱人。皇帝驾崩，太子尚且年幼，在满朝文武的拥护之下，江韵仪坐上了龙椅，成了本朝第一个女帝。先是葬礼，又是登基大典，忙过这些事后，我们在私下说话，已经是2个多月后了。正值秋高气爽，是丰收的季节，真好。江韵仪也迎来了自己的丰收。她召我前去御书房说话，一开始我还挺忐忑的，一进御书房就行了大礼，她半天不作声，吓得我不敢抬头。直到她忍着笑，平退左右，走过来亲手扶起我。江韵仪笑着看我，笑得颇有些幸灾乐祸，你连皇帝都敢毒杀，怎么进个御书房就吓成了这样？啊，怎么个事？原文里没说女主会读心啊。江韵仪拉着我，将我按在御书房的龙椅上。她对我说，大殿上的龙椅不敢拉你坐，且坐这个，过当皇帝的瘾吧。我欲哭无泪，都到这会儿了，你还这么宠我，不会是想给个蜜枣，再给条白绫赐我自尽吧？江韵仪笑得眼如弯月，开始给我复盘。她能2胜临朝，手里自然是有真东西的。前朝后宫都有人脉眼线，又怎么会不知道我怀的不是萧旭野的孩子？但我不在乎，甚至想了个有趣的玩法。江韵仪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果然女人最好的补品就是升官发财死渣男老公。我想着，你要是能生一个皇子，我就让他做太子，断了萧旭野的血脉。好家伙，原来他比我想到的还早。但江韵仪忽然自责，说他还是想错了。后来看到你的那个话本子，我才发现我路走窄了。应当不论你生男生女，我都扶持他来继任我的皇位。等等，我震惊地注视他，所以你老早就想自己做皇帝了？江韵仪微微挑眉，不然我能封锁住所有消息，放任你的小竹马去给萧旭野连着下1个半月的毒吗？天哪，一个你，一个梁竹清，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我可真像有些短剧的无脑反派，机关算尽却算不明白。他说他不会杀我，我既然一直真心帮他，他以后就一定会善待我。江韵仪揽住我的肩头，很温柔地抱住我，
何况你做的蟹粉狮子头，与我早逝的祖母做的是一个味道，我还想吃一辈子呢。虽然只是一场奇异的经历，但是到如今，我倒有些感动了，因为我亲眼见证，曾经我为之打抱不平的女主，正在挣脱作者的禁锢，反抗作者的偏心，疯狂地长出自己的血肉。那天我兴高采烈地离开，答应晚上给江韵仪做辣口的蟹粉狮子头吃。她在御书房批阅奏章忙到半夜，我亲自提过去给她当夜宵吃。江韵仪没注意到我，十分聚精会神，猪批时严谨思索，俨然有了明君治世的模样。我遂将狮子头轻轻放在桌角，安静地退下了。我一路往寝殿走，脑海中始终浮现刚才江韵仪认真的脸，然后意识开始模糊，我跌倒在床边，仿佛做了一场冗长的梦。大梦初醒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了我拼死拼活买下的40平小屋里。我适应了好几天，才确信我回到现实生活中了。我继续开着我半死不活的饭馆，坚持不用劣质食材。我后来越想越气，翻出那本小说，结局依然是老样子，恶心的合家欢。我就给作者留言，你说你爱女护女，那就祝你和女主拥有一样的人生。结果当天我就被作者拉黑了。原来他心里也知道，他为了写感情拉扯，为了给男主立万人迷的人设，故意让女主受了很多委屈，吃了很多苦。后来我见到一个人，兴许这世上真有缘分因果一说。那是一个年轻靓丽的女孩，她是做探店博主的，她爸爸当司机，妈妈当助理，奶奶特意来送外套。她看着很幸福，不缺钱花，更不缺男人的样子。她长得和江韵仪一模一样。她来探我的店，夸我的菜好吃，说我的手艺很老派，就是奶奶家的味道。那条视频火了，直接盘活了我的小饭馆。后来我的生意火爆，炒菜炒得我怀疑人生。都别急啊，炒完你的炒你的，炒完你的炒你的，萍水相逢。后来我没再见过那个女孩，但我猜她一定不会过得太差。而经此一遭，我相信我的人生也会越来越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